追溯这三个老台湾人的一生呢，会发现他们不但从来没有接受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而且在每一个统治过他们的政权当中，二战前的旧日本似乎还是表现最好的那个。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为什么会有三个台湾老者要作为日本人去死。看来呀，只有早日统一才能阻止更多的悲剧。10月12号台湾地区爆出一条惊人的新闻呢，说3名在台湾日据时期出生的台湾人，在日本的法院呢提出诉讼，声称呢在二战以后他们不应该丧失日本的国籍，请求日本政府承认他们3个人拥有日本国籍，他们要作为日本人去死。那根据新闻的报道呢，这3个台湾居民都已经超过了90岁，其中有个叫杨福成的人呢，今年已经99岁了。杨福成生于1922年，当时正是日本在台湾统治最为严密的时期。3个人在幼年时期就接受了皇民化的教育，人生观呢已经被定格在了我是日本人这个位置上。对于他们个人而言呢，确实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当年呢，台湾孤悬海外，在日据时期和大陆的交流被切断了，所以皇民化教育的毒害的程度远比东北严重。上世纪70年代，台湾著名的作家钟肇政曾经撰写过著名的台湾人3部曲，分成沉沦、苍蝇行、插天山之歌，描述了几代中国人为了反抗日本侵略、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最后一部插天山之歌里面呢，小说描述了一位台湾少女，因为她从小生活在殖民时期，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了。当男主角和她讨论国家民族大义的时候，告诉她大家其实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的时候，少女竟然非常的震惊。在这部小说当中因为二战很快就结束了，所以这位台湾少女认贼作父的历史很快就终结了。但是从这3位老者的情况来看呢，日本军国主义虽然覆灭了，日本殖民政府虽然消失了，但是皇民化的教育给他们带来的毒害却伴随着他们的一生。和杨福成一样，有相当多的台湾人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征服兵役来到中国大陆的战场上，不但为日军服务，还有些人亲手和大陆同胞交火，还有为数不少的台湾兵死在了大陆。史料记载在平型关一战中，运送辎重、补给和行李的日本兵当中就有不少是台湾人。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以后呢，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弥合台湾人民心中的伤痕，重建对于中华民族的正统的认识，反而是贪污腐败、强起豪夺，引发了台湾人民极其强烈的反感。国民党蒋介石当局为了巩固统治，在台湾大开杀戒，搞得社会上是血雨腥风人心惶惶，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象。为了达到反共和反攻大陆的目的，国民党政权又在青少年当中开展反共教育，把大陆和中国共产党说成是洪水猛兽。等到两岸关系有所缓和呢，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就上台了。这个只懂得街头政治，不懂得如何治理民生的政党不但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也没有任何成就。更有甚者，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过程中，民进党甚至还搞出了新的丑闻，被疫苗打死的人比得病死的人还要多，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实属罕见。追溯这3个老台湾人的一生呢，会发现他们不但从来没有接受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而且在每一个统治过他们的政权当中，二战前的旧日本似乎还是表现最好的那个。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比日本殖民政府差远了。所以这3个老人呢，希望能够作为日本人去死，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屈辱的近代史的写照。90岁老者的悲剧呢，恐怕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是台湾岛上现在还有2300万人，其中青年、少年乃至儿童依然在台湾民进党的教育体系之下。这些人被日夜不停地灌输着各种各样的反华、反共和其他的错误思想。如果不加以干涉、干预，这一代台湾人将又一次的走向悲剧，那几乎是必然的结局。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挽救2300万台湾人的命运，这是祖国统一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所以有的时候正义的一方需要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这就是大陆绝不能放弃武力统一的理由。